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山，五哥好，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王志胜，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佩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 Thank you 哥陈柏惟，大家好 ，Thank you。好，那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案的那金华城案子今天进入到深水区。好，那大家知道今天是前副市长彭正珍出庭作证，他的证词那因为他前面在侦查庭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他的认罪，所以他今天的证词会翻供吗？或里面的内容会涉及到未来那跟柯文哲前主席的这个案件里头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但除了这个以外，今天周刊里面那释出了6张的便条纸，那意思是说柯文哲你是不是金华城从头到尾都知情，而这一些的内容一定会在法庭里面也会经过认证。好，那这又代表了什么样一些意义？在未来呢？那今天大家也在算10月应该是柯文哲延押，那到要不要续押的一个时间。那如果法院照目前的程度看的话，可能会到12月左右。会不会辩论终结，然后接下来宣判的时间？柯文哲前主席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交保吗？为什么会讨论到这一段？因为柯文哲前主席交不交保，跟国内政坛之间的发展那个氛围非常微妙。在礼拜6的时候，你看到民众党那如果要办了一个司法改革、全民走读，像这样的一个活动，而这个活动引爆了一些包括跟警方之间的一个冲突。而大家看到黄国昌主席呢，不管你说他是搭肩的，他是勒脖的，所有这些，今天那北检分他之案要侦办。那当然针对这件事情除了激情以外，那包括总统府、包括总统泰院长、包括蒋万市长。都针对这件事情做了回应，让你先看一下相关的回应。来，被国家机器集邮法列他治案也好，真治案的被告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只有一句话：赖清德放马过来。民进党以为动用司法检调、国家机器可以让反对他的人晋升的话，我要警告赖清德总统、卓荣泰，你们错了，你们错了。人民不仅不会晋升，只会越来越大声。确实有关于集邮法这一块，历来都有很多的讨论，要不要修法，怎么修，这个确实历来有蛮多人有提出来，不过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集邮法的修法是说可以攻击警察。警察是保护人民的，所以法律必须保障警察。政府维护公权力的决心跟做法，不容受到任何的挑战。这件事情有职权的角度，也有人权的角度。从人权的角度，我可以理解民众党的支持者为何走上街头。我也支持民众党呼吁各界保障柯文哲前主席的人权。好，那蒋万市长讲说有职权的角度，有人权的角度。那他前面有讲到职权的角度，警方就那要依法执行 ，OK？ 那但人权的角度，就刚刚提到的那一块，来一战，是你看到这一件事情，从礼拜6，因为大家看到那些画面是包括黄昌主席，那他说他是搭肩，那有人说他是勒脖，那所有那些画面，因为大家都看得到。后来当然出现了有所谓的 AI 照啦，就类似这样这些，你也看到有一些民众党的一些人，然后翻过去以后，包括在警察人墙上面，因为警察不能让他们掉下来嘛，所以那些所有相关一些画面，而这些画面，当北检说我分案，你也看到黄国昌主席就直接说来吧，赖清德放马过来，就是这样。是，所以他跌倒了这个话不能乱讲所有事情都推给赖清德是不对的。我就问黄国昌，问小草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是柯文哲任台北市长他可以任由台北市的警察被黄国昌勒脖子。他可以任由民众党的支持者在警察的头上滚来滚去的吗？所以蒋万安，你的魄力不如柯文哲啊！柯文哲赶快释放出来，竞选台北市长，跟蒋万安一起选。柯文哲绝对不会容许台北市的警察被受羞辱嘛？为什么？我最清楚。2017年警方处理群众运动的相关的 SOP， 蒋万安你把他丢到哪里去了？
都是柯文哲定出来啊。那时候记者还要设一个记者的采访区哦，因为我们都知道群众运动场合里面记者会被挤在中间嘛，被警方跟群众嘛，所以记者的安危我们要考虑到，所以还设了一个所谓的记者采访区，包含现在的所谓的限制区域都是那时候定下来的，包含警察如何去处理群众运动，你如果有所谓的过激行为要打警察的时候，你要把它立刻保护管束起来，用束带把它绑起来，甚至把它移到其他危险的安全的地方嘛。如果有所谓的车辆要冲击的话，那天还有一个宣传车要往前冲，那立刻要把所谓的司机叫下来之后，车子的钥匙要做好保管，因为车辆是非常危险的，不只可能会伤害到警察，它甚至有可能伤害到你们动员出来的群众嘛。所以所有的警方处理群众运动，不只是在保护警察，它也是在保护包含采访的记者，包含所有被动员出来的群众的安全嘛，这是警察在处理群众的第一守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天走读的画面，他们号称走读了，有没有去做相关 SOP 的处理？没有嘛，就是任由这些群众去羞辱警察嘛。包含我直接讲哦，很多的女性在头上滚来滚去，连女警的配置都配置的过少。你这个现场的警方在干什么？虽然事后你要对于黄国昌的种种作为做一些所谓的侦查、侦办、移送的动作，但是那天警方的处理就是不合格嘛。柯文哲在任的时候绝对不会容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嘛。而蒋万安，你作为一个台北市长，你应该先作为台北市长，你应该为警察说话。你怎么在帮柯文哲说话呢？你怎么在帮柯文哲的人权说话呢？柯文哲的人权的问题是你台北市长的职责吗？不是嘛？是所有法院要去听民意，我也只主张说柯文哲可以交保出来啊。但是那不是赖清德可以处理的，不是你蒋万安可以处理的嘛？是台北的地方法院跟检察官跟律师之间的攻防之下的一个结果嘛，才可以说柯文哲的人权问题有没有受到问题嘛？这些东西不是你台北市长蒋万安应该去处理的。所以蒋万安，你今天作为一个台北市长，你没有去保护到你的警察的尊严。未来如果有群众场合，像黄国昌这样勒索，你是不是要让他说啊，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啦，我也原谅他啦，不要去做任何法律上的处理？不可能嘛！所有的警察的执法的尊严，在这一次的游行里面就被践踏到地板上嘛。所以这些事情不只是黄国昌要跟所有的警界交代，蒋万安市长，你作为一个台北市长，你不能容许台北市的警察，你应该要做执法的动作的时候，你却被人家羞辱，而事后未来对于所有群众运动的场合，不管是集邮法要不要修法，这个可以讨论。但是现在集邮法还没有修法之前，你们就必须按照法令上面去保护所有被动员出来的群众，去保护所有的警察来去做执法的动作，而不是任由民众党肆意的去解释法律的，肆意的去践踏我们警察的尊严。三个有看到那天所有的相关的一些的画面，大概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那个黄昌主席说那是搭肩，然后大家说那是勒脖，尤其在一般的好了，你说只要有群众运动发生冲突的画面难免，但是你说直接跟警方之间做这么直接的这样的一些的冲突的画面，尤其刚刚讲是勒脖还是搭肩啊，类似像这些。但黄昌也直接讲，他的意思就是讲说，民进党你以前就是这样出身的啊，你们就是走街头这样出身的啊，现在好意思能够直接用这个来办我吗？但这些对未来，刚才易善讲，那对未来呢？未来大家如果群众运动是不是都会出现这样在上面跟牛仔一样那样拿帽子这样甩啊，类似像这些动作？两件事情，未来会不会发生？端看这次警察怎么作为。今天冲突的我们不在现场，我们在这边讲再多也是从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嘛。那你如果北市大家长或者是北市警察局，甚至是内政部警政署都好，我不知道你们要谁丢给谁。你自己是当事人，你自己要讲清楚，不然的话。就是允许老百姓上街勒警察脖子。我讲粗鲁一点是这样子啊。我以后如果这个红灯右转被警察拦下来，不好意思，行照驾照我勒着脖子再给你，可以这样吗？黄国昌，你做了一个最坏的社会示范啊。那个你的诉求司法改革干嘛的？
我都尊重，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蓝白多数呢，你哪里不开心，你不修完法再出来，有差那几天吗？反正强渡关山这1年来看的多的是啊，所以这个我后来我就一直在想，我要跳出来，为什么？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如果一直很讨厌他，我就没有办法欣赏他，所以呢，我就要抽离自己的身份跟立场来看。假设我也随便台湾会发生什么事情，假设我也是一个权力至上。任何奇奇怪怪的认知作战、网军侧翼，我都敢用。我要试图当上民众党党主席，争取总统大位的话，我突然欣赏黄国昌。为什么？因为他在做的事情啊，其实就是认知作战的最原始形态，叫做碰瓷。20几年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高雄荣总医院前方，一台车子经过，一个人没有撞到，但是假装跌倒。结果那台车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倒车，还离很远，而且他车上有行车记录器，还没撞到。结果他倒车之后啊，那个已经挡在地上的人又爬起来，继续往前冲去追那一台倒车的车子。这个叫做恶意碰瓷，这个叫做主动碰瓷。这个碰瓷啊，其实你去分析碰瓷，它所造成的社会方式啊，造成的社会效应，跟认知作战一模一样，完全一样。它第一个啊，它的 CP 值很高。他赔上的是什么？我了不起关几天嘛，不然你要关我怎么样？我立法委员呢？所以他付出的成本很低，而且他动员来的群众他们都自愿的，我可以当做我的借口，当做我的理由。但是呢，如果让我成功引起冲突，那个社会效应就达成了，那 CP 值太高，高到黄国昌好像不这么做不行，反正警察也不敢让我怎么样，他把那个地方当成主题乐园，高到黄国昌好像不这么做不行，反正警察也不敢让我怎么样。他把那个地方当成主题乐园。主题乐园有什么特色？鬼屋的鬼不可怕，鬼屋的警察不会抓人，鬼屋的大魔王啊不会对我怎么样，所以他每天就赖魔王独裁啊，抱歉更正，赖清德独裁有没有？反正你拿我不会怎么样。CP 值太高了，高到我不去玩都不行啊。所以今天他是不是呛完啊？这次6小时，下次12小时。为什么有碰瓷？第一个 CP 值太高，第二个社会普遍同情弱势，同情受害者。为什么碰瓷有用？车跟人嘛，有钱人怎样怕麻烦嘛，高甜嘛，1000块可以买也要有吧，就叫他走。所以碰瓷成功。今天警察跟穿白衣的老百姓一撞上，对于没看到警察、没关心政治的人，第一时间看到画面有什么感觉？公权力在对付抗议的老百姓，为什么不让他过？为什么有什么不能好好讲的吗？你们警察的薪水也是纳税人给你的啊，所以我们一般那没关系的，就自然而然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同情弱者，所以他可以在声量上打成军事。你就为枪有棍啊，你就家己唔用，人走起来不得已啊，手无所在通囥一下唔棍啊是安那，你也袂喘气，对不对？你爱话你爱讲啊，同情弱者碰瓷为什么成功？有一个人躺在马路上，一台车子在旁边。路人都说不管怎么样啦，那个人先看有没有事情啦，那个车子赶洗都没有人要理他。第三个是什么？这就叫灰色空间作战。什么灰色空间作战？为什么碰瓷难举例？因为早些年20年前不是大家都有行车记录器，所以当一发生我卡丢筋啊，你给我惊到我爆流珠啊，吓得要死。人家怎么讲，你第一时间不在，你就没有办法确认真相嘛。所以去到现场，你就只能听他怎么讲。请问一下，我们听到黄国昌讲什么？赖黄放马过来，转头就被那个红龙拐倒但是怎么样？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参与现场，他看那个画面，他觉得就是老百姓走读嘛。所以对他的支持者来讲，民进党支持者当然不分青红皂白了，因为好玩一直玩，主题乐园，那个黄国昌领队，今天总统府，明天又哪里市政府，他反正他开心去哪里玩。可是对不知道平常没有那么多时间关心政治的老百姓来讲，就民众抗议就给他抗议有什么不能抗议？所以他会产生这样子的错觉。那这一些灰色空间具体今天看到新闻面店面赚到第一课，全球首播认知作战的原型是碰瓷，由陈柏惟第一个率先提出。
怎么对抗碰瓷？台湾社会就是一个很好对抗碰瓷的韧性社会。什么意思？现在是不是大家都有行车记录器？这叫还原真相嘛，避免片段讯息嘛，揭露完整过程。这是我们政论节目在做的事情。黄国昌，你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申请路权，瞎掰嘛！啊，你如果有公文叫你拿不拿，拿一张公文就解决事情，你拿出来让我们闭嘴。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告诉大家，就是会有这种恶意的人。20年前台湾人很善良，不觉得有人会故意碰瓷。结果中国碰一个后，碰出网红效应，全世界在模仿，大家都跟着碰瓷，台湾也开始有人跑去碰瓷，所以看到病毒那个就跟遇到 COVID-19 一样哦，免疫系统要跟大家讲说哦，这个新的病毒啊，我们来对抗它。所以黄国昌就是病毒，黄国昌就是碰瓷，黄国昌就是政治碰瓷第一人，这个要宣传呐，这个每个人都有义务啊，每个人看到都政治碰瓷，因为他是强者装弱势，多势装少数，立法委员假装受害群众，这全部都是碰瓷嘛，这哪一点不是？所以各位啊，有良知的台湾公民都有义务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政治病毒。碰瓷不是只有在政治上面、车祸上面哦，网络上面也有啊。网络上面有没有那种？我来讲我安那行李做偌大，中国对我偌好我两岸和平使者然后说，可是我赚钱赚很少你的这个做行李你也赚钱赚很少，这也是碰瓷。所以他们这一些政治、网络以及车祸的碰瓷，这个都是正常有良知与道德的公民社会所不允许的。他短期可以得到利益，事实上可以，因为他装倒了之后起来那个河野人加麻烦 K 杯也好这种或者是无缘无故大家舆论在那边你塞车你唔得看头前，迄人咧行较慢车，迄车体包肉人肉包体舆论太多受不了，那干脆就赔2000块。所以这种碰瓷是很要不得的行为，因为它会颠倒价值观。那是不是以后老百姓我们都不要工作，我们都去碰瓷就好了？那是不是以后政治人物我们都学黄国昌去冲撞警察就好了？所以警察的部分我没有办法让他解释，警察你们应该背了脖子的也好，被王威那个呛的什么各方面的，你们把事情说清楚。那蒋万安因为有立场，我们也不怪他，反正他就觉得他要支持民众党的人权，我鼓励啦，蒋万安你下次跟黄国昌穿白色 T 恤一起去玩啦，反正好玩嘛，反正警察不会抓不会告嘛。所以但是我们不希望价值观颠倒，我们把原理讲出来提供给大家参考。台湾如果这20年可以抵抗碰瓷，那我们未来也可以抵抗黄国昌。如果照黄国昌他们，因为他们讲说那个司法改革、那个公民走读这些，其实最原始的目的应该是帮柯文哲伸冤。他们觉得压1年嘛，你怎么可以把人家压1整年？其实他们这个目的，当这个诉求出来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讲好了，不管怎么说，这个诉求出来，一定有很多人会同情，包括柯文哲为什么压这些。今天柯文哲案子也在审，那包括媒体上讲，当然有人在讲说那个政治迫害到底是真的政治迫害，还是柯文哲他们也在行诉，那是一个政治迫害。这个因为媒体有把那个包括柯文哲传给陈佩琪的一些资料的揭露出来说，是不是柯文哲也讲说，只要大家都这样弄，那他是不是就会变成政治迫害？所以政治迫害某种程度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形成吗？事实上，就是之前我们也分析过，司法上是可以有司法的这个步骤1、2、3、4嘛，但政治上它这个就是一个操作嘛。事实上，他们也一直很喜欢这样子装受虐儿战术。柯文哲之前就大家不要捐了，我那个捐来我也不好意思用结果呢7000万交保的时候拿现金然后还什么黄国昌的老婆抱行李箱。我都没有看过那么多现金真的真心不骗，我都没有看过那么多你那个时候跟人家募款100、500在募什么意思？我知呀，我都赚无济但是阮为着台湾的未来，民众党那支持。我跟你讲这个都是很民众党的 DNA。他们就是除了我们，因为我们在讲包牌是果嘛，它的因是什么？它的因就是我们说恃强凌弱，但是它是强者装弱嘛。我再讲一次。蓝白多数民众党不是在立法院是蓝白多数吗？那你今天对集邮法有兴趣，你早1年多这些时间都可以动。你要知道，他黄国昌第一次跟苗博雅对线，苗博雅今天刚好没来。他第一次跟苗博雅对线的时候，他就呛对方，说苗博雅10年前你不是也支求要废掉集邮2法吗？为什么现在跟高墙站在一起？1年前就讲过了1年前你不会修一修，所以他们其实是得利方，但是他们要一直装作弱势来博取社会的同情，因为过去政党政治蓝绿都是传统大党，他们演弱势很困难，他们演弱势也不像，如果今天建义兄或者是这个佩君同学，我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然后他们2个说，阮当作可怜，阮当拢作善家，阮当拢无支持者，拜托大家5块10块给他关好，大家看了就笑一笑转台，不要骗
但是民众党有这个条件演，因为他们是新的啊，所以他们一直不断的在演，不论他的什么总统要选总统的时候，蔡正元给他建议啦，邱毅站他后面，一些奇奇怪怪、光怪陆离的那种，已经20-30年都在政坛上面混的，都加入民众党，但是再加上不分区还平均年龄最老，但是他们装年轻有效，因为政党是新的，所以对我认为对中间选民来讲，警察也好，司法也好，柯文哲也好，王国昌也好，他们的心情是，一定大部分的心情是这样，有问题就赶快办，看腻了。很累，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办不出来，是不是没问题？那个情绪会蔓延，所以还是那一句话，该办就办。那既然该办就办，霹雳手段，只是民众党他们会垂死挣扎，就这样。OK， 佩君跟建议两位的蓝绿两大阵营在这一次看到是白营这次在做游行。蓝营当然也有，中间也有，那绿营更不要讲，绿营长期以来在街头运动上，应该都有一些街头运动啊，像这些。那当然，刚才各位也都看到，从总统府，然后包括总统泰院长到蒋万安市长，都发表相关的看法。来，建议是，所以你们觉得蒋万安市长他直接讲，他有职权的角度跟人权的角度，然后包括黄国昌直接对呛，有没有听到？再讲一次，赖清德放马过来。我只能说，这个层次我们分黄国昌跟蒋万安2个层次来讲。那依照黄国昌来讲，我只能说暑假将结束了，门票免费，一票玩到底。现在对他来讲的是，我门票免钱，我为头这么开始是给你算到我欢喜，我爱算，我才要来等。讲到蒋万安的态度，我只能说今天这件事情看起来，蒋万安今天的回答，职权跟人权。在职权你只回答了2句话，在人权你帮柯文哲讲了这么多，我只能说你现在要讨好民众党，你踩着这些警察的头跟肩膀，甚至于受伤的可能性，加上最严重的尊严，你踩着他们，然后去享受你要讨好民众党。你蒋万安是对啊，是不对啊？你因为今年4月跟你们的党主席在地检署。然后呢，违法集会游行，警察没有办理，已经开了一个2例了。到了现在今天这种情况，你已经事隔了3天，你才出来讲话，而且讲话是帮柯文哲讲一大堆人权，而不是帮警察讲话。台北市有8000多个警察，或许到现场可能不到1000个员警，甚至于有外县市调来的保警。不管如何。警察家里每个人都有4个人、8个人、6个人的家属呢。你用这种角度，而且你今天讲的这个话，我个人认为对警察非常的不尊重。但我也有得到一点讯息，就是蒋万安其实有意的，就是说从宽处理这次的集会游行。所以警察，你看看，应该要讲回来。黄国昌讲说太阳花怎么样？太阳花是齐眉棍、盾牌，冲水那个叫什么？冲水柱车呢？那这个地方从头到尾就只是站在那里，你们不要冲，你们不要跨进来，你给林雷原则上是2张有默契，所以我只能说黄国昌在这一次的这个游行是得了便宜又卖乖。那如果你说我讲的有点过当，那我很简单，我换一个讲法，是不是黄国昌跟蒋万安2个在唱双簧？在这个集会游行上面，我从年轻18、19岁党外听人家演讲都要站得远远，在林口公园。我老爸还从头到尾，你别再去搞他插呗。我老爸他们从小都是被党国教育，然后最后面我会加入民进党，他们也很下课。所以在那种民进党早期党外在支持人权的时候，你不要拿这个相提并论。更何况你王国昌在太阳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要去围警服门，他不是要去冲行政院的。这个博雅他们当时候在现场的人都可以讲清楚。太阳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要去围警服门，他不是要去冲行政院的。这个博雅他们当时候在现场的人都可以讲清楚，而且告诉你们黄国昌的样子是什么。所以你说两边讨好，我个人认为蒋万安不一定占到便宜，因为你为了要讨好民众党，你可能损失了中间选民跟我们台北市的这些所谓的知识选民的角度。你哪你在走？你怎么没有帮警察讲话？所以在这一场战役当中，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蒋万安前2天避重就轻，当天发生事情的隔天，警察局跟警政署才跳出来。到了昨天，蒋万安还避而不谈，跟学生在发东西开学。到了今天出来讲的话，居然没有帮警察讲话，而是
帮这些所谓的柯文哲300万有没有收？踩飞轮有没有收？然后1000万有没有？大善人的200万、300万，这等等的问题，司法归司法。那你说拘押久不久？这个本来就是有一定的程序。真的赖清德能打电话说，那个法院啊，或者是地检署啊，你们应该怎么样？这哪有可能？所以一直在操作这个东西。蓝营的人操作，无非是想讨好白的。那白营的操作，我说真的，当天的集会游行，你所谓的走读，你把走读这2个字在社区大学、在学校这些教授，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告诉学生什么叫做走读啊？走读的定义是什么啊？走读的定义就是抗争、冲警察吗？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们现在把走读这个东西，白营在做走读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你们只是假借这个名义，但是从头到尾说要声援柯文哲，礼拜6那一天有哪一句话、哪一件事在声援柯文哲？都没有，都是你黄国昌这些人、这些女的，你跳上去还跳下去，然后骑马舞在那边很夯。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想认识你是谁，我只能说麻烦你们尊重的，你跳上去，这警察有可能肩膀、头颈都会受伤嘞。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台北市警察局局长，甚至于蒋万安，你居然还不愿意跳出来要求严办，你讲句严办就好了。讲句严办，而不是避重就轻讲2句话啊，我们职权上就一定要办，然后就全部拉到了所谓的人权。蒋万安，我觉得3宝爸的身份给你也就算了。那这一次你在凯开案所有的人的案子上面，三宝爸让你可以逃过很多的一个风头。但是这件事情上面，我请问你，你到底是三宝爸还是台北市的市长？如果你是市长，这些维护警察的维护人权的这些警察，保护人民安全的警察，你要不要来保护他们的尊严？尊严2个字有那么难吗？感觉对蒋万安来讲，原则上政客跟尊严，我看他已经选择当政客了，而且把尊严踩下去，再加上他已经为了要讨好白银而做了这样的决定。蒋万安明年选举之期要小心一点。来佩君，刚才听到建议讲这些，包括蒋万安市长的处置，然后包括这次白银的这个活动，如果以来，因为大家都常讲蓝白合未来2026、2028可能都是要合作的一个方向，你们会怎么样看待白银这一次？我是觉得罢免都可以是爱了，民众党这是走读又怎么了？当然，你带着群众出门啦，然后在街头上发生冲突，那带头的人无论如何都会去承担法律责任。那我想，不管是4月的时候国民党在北检前，或是这次民众党的这个走读都是一样。但是这是从法的角度去看，那从情的角度，它的合理性，我觉得社会自有公断了。那走读行动的对集会游行的定义，很有可能会违反集邮法的相关规定。但是违法这件事情重如泰山，也轻如鸿毛。这个当时太阳花闯进去的是行政院，但是在2审的时候只判2到4个月的这个徒刑，而且还易科罚金。那最后当然最高院发回更审之后，被害者行政院是直接撤回了，所以公诉不处理，全案最后是无罪的结果。所以本来我以为民进党会是一个最宽容的态度去看这个违反集邮法的群众才对。那尤其是其实这些人对照当年的太阳花，他还没有闯进去公署里面，他是在这个马路上面。那为什么今天会是一个禁制区？因为这个禁制区是当天设的。这个拒马是预防性的设置阻裁，所以当时的这个地点其实它原本并不是一个禁制区，这是必须要去厘清的。那刚刚听了博维说了，我觉得细数他过去丰富的经验多次贴身的面临警察对他执法，黄国昌相较之下，这个经验是比较不足这一次擦枪走火，黄国昌说他借放，那当事警察说他认为黄国昌无心之过，可是很多人。勒博践踏警察尊严，比当事人还要激动，这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事。但是真的令人不胜唏嘘的是，其实在台湾近代的政治史上最常违反集邮法，或者是最觉得应该废除集邮法的，其实恰恰就是民进党。但是从蔡英文执政的那8年期间，这个议题慢慢的就在绿营里面萎缩，甚至已经消失不见，因为他们可能发现过去抗议的人一开始变成是抗议民进党，那么以前拿来限缩在野民进党的这些法条，拿来限缩在野的国民党，在野
野的民众党或者其他的公民团体，哇，原来其实蛮好使的。所以集邮法要不要废这个议题，就慢慢的消失在绿营的讨论里面了，也消失他的视野里面。那这几天民进党也好，或内政部也好，他们一直在这个讲说，民众党是违法去突破了这个试图突破禁制区。那可是我们就要回来讲，这个禁制区本身它的合理性是不是存在？我刚刚说了，钟正义给我们的资料，它是中山南爱国西路口，它不是游行禁制区，所以它本来是一个可以自由走动的区域。那因为过往的陈抗经验的处理，所以他们预先去设置了拒马这些东西。那今天我们说了，如果它本来就不能进去，比如说立法院、行政院这些官署是本来就不可以进去的地方，那你要设置围篱，或者你把人直接强行驱离都没有问题。可是这一次是预防性的把祖材放在这个更外围的区域，扩大了这个管制区，我觉得它是值得去讨论跟商榷的执法权限。那博威刚刚说的很好，他说立法委员假装受害群众就是碰瓷，就是病毒，我觉得他说的太好了。但我以为他说沈伯洋，因为沈伯洋就说他被偷拍嘛。那但是他把我们大安分局的尊严也是放在地上踩啊。大安分局已经帮你侦办了，人也找到了，车也找了，那画面也看了啊，就查无不法，也没有你说的偷拍你的这些情事。那你自己当时看完之后，你也至今都没有提告嘛？那可是隔了大半年之后，跑上节目说，我当年我被偷拍啊，结果办成了一个死局。各位，警察尊严不是自助餐啊，不是你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端上桌啊，不吃的时候就放在旁边让它坏，不是这样子哦。这个警察尊严可以捍卫，也必须捍卫，但是必须是一以贯之的目标。博威有没有回应？我只是听不懂什么叫做我过去的经验有很多警察。你是吸收到哪边的假新闻？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你要当罗志强，不代表我是王伟汉呢。我们一件一件摊出来就不好了。这个有一场，我知道你是无辜的，你在打电动嘛。那这个酒驾，这个后来肇事也是一件。你看酒驾就假新闻办理嘛。如果你找到我有酒驾的记录，如果我有，我退出通告啊。如果没有的话，你道歉。所以这个就是假新闻看太多，我当然知道了。但是你想当罗志强，不代表我是王伟汉呢。有的事情就有，没有的事情就没有，好不好？OK， 来，赵公，这整件事情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对黄昌来讲，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整个弄这么大的一个局，黄昌到底想的是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是帮柯文哲申冤，然后加了1年，所有的这些。但是黄昌为什么要这事情要弄成是这么大的这些？还是他讲说不是我要弄大，你们如果不要拦我，不要让我过去，那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啊？不，黄国昌在做什么？黄国昌在展示他的主席权威嘛，在利用柯文哲还在塑造他的英雄形象嘛。然后你看他不管走到哪里，反正就是赖清德啦。没什么好。他现在是打赖或是打绿第一品牌，算不算？算了，他现在打赖比国民党还凶啊。你想一下，当初那个柯文哲当市长的时候，他不就是搞到国民党都骂他，都觉得怪怪的，因为他也是打绿，当时就是打绿第一品牌嘛，哈。然后你现在看到黄国昌也在逐渐在塑造，他也是打绿第一品牌嘛。那打绿第一品牌，你就要反过来想，那反绿的呢？你既然打绿，我反绿，他是不是在扩大他的民众党也好，或是扩大他的一些基础嘛？那当然这个事件走下来，走读，今天我有一点不太赞成啊，不然我让你走到禁制区我才拦嘛。警方的布置不应该会是这样吧？第一个，第二个，你之前申请禁制区被否决，然后你现在依然要去禁制区，然后跟人家说我不是集会游行，这个社会要怎么去接受这样的事？然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看到那几个好像明星一样在警察的上面玩滚浪以后，在那边摇帽子怎么样？我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警察的尊严被侮辱殆尽真的是被侮辱殆尽而且现在警察很温柔了，如果警察强悍一点，你往上跳，我整个都散开来呢。你是直接就变下去发生什么事不知道警察并没有散开来如果说以前强悍的20-30年前的社会游戏，你说警察会让你爬到头上来，整个散开来，你跌下去那是你的事，你自己要跳进来的。警察已经拿着自己的警部头去护着他们不受伤
但是你想一下，那个侮辱警察到什么地步啊？然后到最后最遗憾的是，蒋万安3天后出来讲那个什么鬼话，讲白一点，什么鬼话？哎，你理解民众党可以上街头，我也可以理解啊，但你不要违法啊！你是把警察的尊严放掉了，你是拿践踏警方的尊严去成就一个非法的集会游行吗？所以，身为一个台北市最高治安首长，他对非法上面去侮辱警察叫做可以理解，然后警察回过头来叫警察的时候，那就依法嘛，不能不办。他对非法上面去侮辱警察叫做可以理解，然后警察回过头来叫警察的时候，那就依法嘛，不能不办。不能不办，什么意思叫不能不办？那意思可以不办，你就不要办哦。警察你就说不能不办，好，警察办了，尊严被侮辱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既然转过来说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走上街头，如果他们今天是在中正纪念堂聚会，合法申请，你可以理解。你今天要走上禁制区，非法的集会游行，你既然叫做理解，我觉得你一边是警方的尊严，一边是非法的集会游行，你一边是理解，一边叫做不能不办，你这个两个摆在天平上面，请问一下，那一些警察跟警察的家属如何看待这件事？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我老公的头是被他们在那边当人体冲浪，在那边欢呼，然后我们市长说那个是不能不办，然后理解跳上去我老公头上的那一些人，他理解。你说你对人民怎么交代啊？上哥，我们可以举佩君刚刚讲的一个，刚刚讲到像太阳花那时候，佩君是举说包括1审、2审，然后到最后最高院发回以后，然后后来是行政院撤，所以他讲说那个整个进了公署，结果到最后竟然感觉上对一般人来讲说，觉得因为撤以后就等于是没事。他说怎么会是这个样？感觉上是说以前民进党的时候，那这样弄是不是造成一个先例？我不知道佩君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啦 OK。那另外一个刚讲到的就讲那个禁制区是你们现在才设，它本来因为我知道一般大家有知道我们在节目讲过800次，包括法院啦这些，它本来就是禁制区是不能设。他说那你们要设那个，大家就来讨论你是不是应该设这样的一个禁制区？你是为了不让那些人才设这些吗？这些层面某种程度，它会对于现在的民众对于这些会造成 confuse 吗？大家会觉得是哦，我们大家是不是来讨论这些？一件事情就是说。禁制区是禁止游行，那问题是，你这个游行的过程是合法还非法？其实你是非法，我在任何一个点都可以设置主句里面不让你继续执行下去啊。问题是那个活动违法，而不是那个禁制区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随便号召一个说走读，然后我不申请集会游行。我们到蒋万安他家去抗议吧。为争取警方尊严，我们去抗议吧，我们不要申请。然后警方就是这个违法的行为，我只在蒋万安他家门口官邸门口设个障碍就好了嘛。问题是你非法过程当中，你所有的路段我都可以阻啊。难道我一定警方说，你设在这里太过分了，你设在官邸就合理了吗？问题是，所以他从中正纪念堂集合走出来的时候都没违法，走到禁制区的时候才跟你说你违法。但是问题是，集邮法你没有申请，我在任何一个点都可以不让你走啊。
这有什么错的？如果你是合法的话，你说你到禁制区外抗议，合法申请走过来，我在中间帮你挡住，那警方不对 ，OK， 因为他合法申请嘛，好，那当然你说太阳花的问题哦，事实上，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当然起诉嘛，因为一审、二审嘛，那你到最后是撤回嘛，撤回告诉嘛，所以就没弄了嘛，那也很简单一件事啊。那我们回想一下好不好？朱立伦上来的时候也是把你们国民党该告的人也撤掉了，不是吗？然后当初那个宋楚瑜的案子谁撤掉的？也是后面的党主席也把他案子撤掉啊。前面是不是都违法？前面是不是都有判？当然你说到公署，今天到公署里面，当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到公署里面有没有依法提出诉讼？有啊，2读3读嘛。那民进党放掉嘛？那这是一个主政者去负责任嘛？主政者负责任，我同意你可以去批评啊。但是两码事嘛。每次两码事都要并在一起谈。我同意去公署，法院也判决有罪。那民进党政府撤掉了，那应不应该撤？可以讨论。那你黄国昌这件事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也可以讨论。每一次讨论事情的时候，总是要把很多事情、不同的案子并在一起再讨论。我觉得可以讨论啊。每一个案子都可以讨论啊，但是它不是联动的啊。要不要先回这段？当然，它不是，当然他们不是同一件事，但是它是同一个概念啊。因为当年的太阳花进去立法院也好，行政院也好，喊打喊杀，他们主张是说他们为了救国家嘛，所以他们去做这样破坏公署的事情，然后觉得社会上这个包括当时的我承认当时社会的多数或者甚至是民进党觉得那样的行为是可以被理解跟被原谅。那同样一个精神，过了10几年之后，民众党也是在做他们觉得救国家，是因为他们觉得司法破坏已经危害到，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不是救国家。是当一个不够透明、随意给正在羁押中的人穿小鞋，而且把这个侦查不公开视为笑话的司法体系，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国家的灾难。所以我觉得民众党当然是从自己自身的小我去诉诸大我的诉求。那他们也可以主张他们这个是救台湾、救国家的主张，所以他们去做了这样子可能踩到集邮法红线的事情。可是最后有没有违法，当然是司法机关来判断。只是会让人家很感伤的是说，10几年前是民进党在跟大家讲集邮法不用执行成这样吧，警察不用执法成这样吧。可是10几年后，是民进党在跟大家说，警察怎么不那样子执法？集邮法为什么不做到底？这个才是我觉得让大家觉得最不胜唏嘘的事。再来，我觉得很夸张的事情是，民进党讲的好像从以前到现在，他们上街头的每一场活动都有按照集邮法去申请集会游行，这太好笑了吧？是各位的记忆突然都短缺了吗？以前民进党最擅长就是街头运动啊。那当然，你们有你们的主张，我们不一定认同。但是他们上街头的时候，我相信那时候的国民党在当权执政的时候，也不敢每一场活动都把每一个人抓到底，或者踩死集邮法去执法。那个之中就会有一些进退转换的空间。那不胜唏嘘的是当在野的民进党变成执政的民进党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集邮法抓在手上，每一条都应该要被贯彻，每一个人只要踩到线都应该去坐牢。这个才是我觉得两相对照，这个落差很大。来一下，执法跟司法审判要分开来。对啊，警察有没有对太阳花学运分子闯进立法院或行政院，尤其行政院那一次进行驱离的动作？有哦。有做这进行驱离的动作，还导致非常多的学生因此而受伤哦。有没有被起诉？有哦。所以后来的司法审判有没有撤告这个东西是后来司法审判的问题，但是警方有没有去现场做处理？是有现场做处理。第二个。有救国跟救人啊！我要讲的是说，你的标的很清楚。当初你可以说他们不是救国了，他们反服贸，所以他们闯进了公署。这一次是救阿伯啊！你闯赖清德的家里干嘛？你闯光迪干嘛？去闯土城看守所去劫狱啊！
当然是也是违法的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救阿北，你对象就不应该是赖清德的官邸嘛。当初太阳花学运为什么要去占领立法院？因为立法院要强行通过服贸嘛，甚至行政院要去执行服贸的相关法令，所以他们去占领了行政院跟立法院。当然在集邮法上面还是违法，所以他们被起诉了。重点是你们要救阿北，要救柯文哲，跟赖清德有什么关系？你干嘛跑到赖清德的官邸的禁制区去做抗议的动作？这就是作秀，这不是要救阿北，这就是选举，就是黄国昌要立下党主席的规定。这些选举要选新北，我直接讲了，那滚来滚去就要选新北市的市议员的作秀的场合，你们把台湾的警察当成是你们作秀的场合，是我们不耻的地方。而国民党为了蓝白合，我刚才很伤心钟佩君从来不帮蒋万安讲话都不断的在帮黄国昌讲话阿北的案子，多少的案子，多少的资料是蒋万安、蒋市府提供给检调单位，现在才会有整个对于柯文哲案的所有的包含起诉也好，接下来判决也好，你们可能认为他关太久，但是被起诉、被所谓的调查，是因为什么关系？是因为钟小平去按铃申告，是因为蒋万安、蒋市府去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包含钟佩君议员在议会里面提出调查小组的这些事情都没有看见，然后说柯文哲的人权问题很重要。我觉得不要为了蓝白合把国民党的立场全部抛弃掉。我觉得不要为了蓝白合把国民党的立场全部抛弃掉。来，佩君，等一下一次回应，3个有针对刚刚那段有什么要回的？我对佩君也没什么意见，这个只是要讲到我的地方，我要澄清一下。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一直言必称民进党嘛，不过就我自己观察太阳花的过程。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时蔡英文、谢长廷跟这个苏贞昌进去的时候是被黄国昌赶出来的。什么民进党滚出去，民进党滚出去。那其实民进党立委有参与的过程是帮忙守住议会，在第一晚的时候，因为第一晚命令还不准确的时候，那个警察要冲，然后警察那个因为立委在外面堆椅子顾门，所以让他们没有进去。所以我要讲的事情是，其实从头到尾对象我们都是针对黄国昌。我今天也不是讲民进党跟国民党啊。你们要互骂，我也没什么意见。我也不贪掉把它踢消。可是问题是，黄国昌是10年前、10年后不一样嘛？他当年冲进去，为什么我们支持太阳花运动？是因为他没有权利，所以他用公民不服从。可是今天的黄国昌是立法委员你今天员工组织罢工合理啊，劳动条件讲不平啊，劳资需要谈判坐下来啊。你老板罢工什么意思啊？你不要赚钱，还是你不想开公司，还是你是在恶搞员工？所以身份不一样啊！他10年前黄国昌自称带领太阳花的，他那个时候是公民，这没有错嘛？那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民进党他当年支持的民进党在立法院面打不赢啊，所以他必须要上街头啊！你不是你黄国昌现在是蓝白合是多数这是权力的问题，是身份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有点错字，要稍微更正一下。OK， 来佩君，要不要先回应？我以为这个金华城调查小组已经是这个考古题，我没有想到今天还有人要拿这个来挑拨蓝白。考古题现在还在审判，怎么会是考古题？我不知道还会有人拿金华城调查小组想要来策动蓝白不合的问题。金华城的案子透过了都市计划细部变更，取得超乎一般的容积，这是一个事实。可是到底是因为鼎岳太会写计划书，说服这些都市委员，还是柯市府真的无视法规，随便去接受建商乱开的大饼跟支票？可以查，也必须要查。所以市府市议员的市院的角色就是把这些资料汇整出来，交给司法检调去调查。这个第一个环节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民众党的朋友有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不能理解的民众的朋友，那很抱歉，我们不在同一条线上。但这个就是目前为止大家对调查小组的共识啊。那进到司法检调之后，如果他们要主张说柯文哲是有收贿去做这样的事情，或者他有图利的意图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他应该有相对应的证据出来。这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为什么认为柯文哲应该要被调查，也应该要说明。但是我们可以声援他，因为不代表就算他有罪，现在不知道，就算他真的有罪，也不代表他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要受到这些屈辱跟
不跟其他的案子不合理的侦办过程，这个标准是很明确的，没有什么好说的。那再来，刚刚义赛哥刚刚讲的，当然立法院跟行政院就是我刚刚第一段的时候讲的，它就是一个不可以进去的官署，所以你一碰触到会马上被强度很高的驱离，这个跟民众党的走读活动去接触到禁制区扩大之外的那些阻裁而被驱离，这两个强度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今天你说他们跑到赖清德的家的这个去想要跑到他家。这个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就是这一件事情吗？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禁制区扩得太大了。如果你是基于保障这个赖清德官邸的目标，如果以前这个抗争的是民进党，我不相信那个时候的民进党会主张为了保护这个标的物，我们把扩禁制区弄越大越好，越大越好，越大越好。如果照这样要保护立法院的话，那真的青鸟没有办法在青鸟东路上办活动因为那就是一墙之隔。所以难道？过了10几年之后的民进党是要主张集邮法应该越严越好，然后这个管制区应该越大越好，长度应该越长越好，是这样子的吗？这个才是我觉得今天最值得去讨论的事。所以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太阳花那件事？因为当时行政院撤告，不就是代表民进党认同这个公民如果有他们心中要主张的意念，去冲撞这些事情。公署是可以有那样的气度说好了，这过了就过了，这不就是那时候行政院撤告他们内心想的事情？我的质疑是说，那样子的民进党为什么到2025年的时候会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集邮法要越严越好，管制区越大越保障当权者？这个是民主进步党吗？来，志胜，你刚刚摇什么头？应该很多人知道我教警察啦。我叹一口气，我本来今天应该要讲黄国昌，我真的还蛮难过的啦。第一个，禁制区的设计。不是中央，不是警政署去设置的地方。2位议员，我真的有点难过，真难过到想哭啊！因为我自己教警察，我很能了解警察的心情。2位议员如果对禁制区的社区，对不起，有觉得这样的禁制区太大太小，合适不合适，请去咨询台北市警察局。不是民进党政府，我从头到尾没有讲民进党政府啊。我刚刚说我们讨论设置禁制区，对对，我要回应。所以如果2位如果觉得这一次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做到不合理，请去质疑台北市警察局，它的禁制设计是不是合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禁制区的设置并没有禁止民众党，并没有禁止黄国昌走读经过。甚至在前面叫嚣表达诉求。今天问题是你看到的是冲撞，你看到的是勒脖子，你看到的是波浪舞，你看到的是远景受伤。那这件事情才是问题的本质。走读，他走过去，甚至叫嚣都没有问题。那请问警察有因为你在那里走读，在叫就把你往外说，不可以在这里叫嚣吗？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他往内部要去冲，这是一个，这是对不起，我可以插，因为你教警察，对，刚才上根有讲一段，说这牵涉到警察的尊严啦，警察所有这些。当看到那个就是好了，那黄昌说那是搭肩啦，那有很多人说是勒脖，然后看到有人跳波浪舞这些。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我不知道你这2天有没有问过一些你教的警察啦，或什么这些，就对警察的心情，或是在第一线执法的那些警察的感受，你觉得会？我相信一定就是上公讲的啦，一定觉得警察忍辱负重，情何以堪呐！我想刚刚讲为什么2014太阳花的时候，那时候警察你会看到他相对是比较强硬，冲撞我就低下。现在为什么没有？因为应该可以讲，2014之后，在警校，因为这件事情有重新的检讨思考，如何面对大型的群众运动。1学期的课还是1学年，我忘掉了，专门在教导警校的学生，大型的群众运动应该如何得体的去面对。你要在一方面要让群众能够表达诉求，2方面你要让警察本身有执法的空间，3方面你要让这个彼此之间有执法的尊严。那个他们因为这件事情设计了1整个学期的课程，教导这些如何去面对。所以你会看到后面的执法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国家在进步，警察的执法也跟着在进步。警察的思维也跟着在进步。所以你看到这次警察，我跟你讲，那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又回到我们以前听到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跳波浪，我就让你跳。刚刚上官我也讲了，我能怎么办？我就是尽量。我捍卫住那个禁制区，我不要让你进来。
但是其他的我就是打不还手，拿不还口，那个叫忍辱负重嘛。忍辱负重到今天事主被勒的跟你讲说我不提告，对啊，他私人部分他不提告嘛，这不叫忍辱负重，这叫什么？对啊。但是你依法行政，你如果违反集邮法，集邮法是不是好的法，该不该征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现在违反集邮法造成的他治案，那我们绝对赞成的，否则警察的尊严你以后没办法执法了。因为就刚才跟他多少谁？我今天走读这样可以做，那下一次就刚才讲，我如果那个临检酒驾或怎么样，我跟你挥也跟你闹一闹，可不可以？警察的执法有它的界限，但是当你突破这个界限，我们就该谴责。就是我觉得问题在这里，是该不该保障的警察的尊严，捍卫警察的这样的立场。你去问10个执法的警察，10个监法警察，大概都会认为说，他们已经是真的是忍辱负重，我只能这样讲。那所以回来讲，对不起，我就是真的是很感慨的，想要帮警察，想要帮警察讲一些话，就是说，今天黄国章到底是，我就问一句话，今天黄国章你到底是要表达诉求，还是要制造冲突跟对立？表达诉求，我刚才讲，你可以这样做。可是如果你只是想要透过这种宗教化的形式，然后凝聚小草的呐喊，把我开玩笑讲说，把以前那个柯文哲讲说是耶稣会的这个民众党，现在变成白莲教的民众党，那真的是你真的要刀枪不入、神功护体吗？那这样的做法真的符合大多数人的期待吗？我真的没办法去想象这样的过程。黄国章接下去要怎么操作？然后我也没办法想象，就是这个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对警察的这个执法是有疑虑的。我甚至最后会问身为台北市市议员2位嘛，你支不支持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这样子的？现在我们看到画面这样子的执法，在现有的法规架构，他这样的支不支持他这样执行公权力？这是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因为当这样的公权力都不能被执行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不要讲台北市，其他地方会不会复制贴上类似的状况？警察情何以堪呐？OK， 来，行。其实刚才佩君所讲的禁制区我应该是讲说，这个是早期在威权时代动员戡乱时期的那时候的集邮法，后来简称叫做集邮法的这个部分。但是你如果讲禁制区，早期刚开始是300公尺，后来就是有修，包含民进党所提出来里面，陈其迈修了，是不是说到30公尺到50公尺等？甚至于陈其迈当时立法委员也提到说，是不是每个医院包含诊所门口都不可以请？这其实过程当中有很多讨论，但是我们应该讲说，禁制区这个的主管机关是地方警察局，认为我这个地方要哪里架拒马，不让你走。像当天的第一线后来破掉了，为什么破掉？是因为第2线架好了以后，第1线怕他们在那个路上面会发生汽车冲突，所以故意把它放开，让他们到第2线来。OK， 那所以在这地方，我是个人觉得说，禁制区集邮法到底距离长与短这个部分可以讨论，但是我还是要回归一句话，我要告诉佩君讲说，当天行为失当的、冲撞的是黄国昌他们。难道我们今天帮警察讲话，或者我们来讨论当天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这样子做？大家不要忘记，当天30几度，佩君跟我都在跑普渡呢。我们普渡30几度，这些警察站在那边连动都不能动，了不起动一动，他们的汗流浃背比我们在跑行程还更严重呢。那我们不能接受是当天节目出来的，整天都是黄国昌跟这几个女的，事后是勒脖子等等。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集邮法或许固然重要，那太阳花事件这些人当时被告侵入公署、妨碍公务等等都被告，不管撤告如何，但今天黄国昌这件事情，既然今天的新闻还公开，来呀，赖清德你放马过来呀，你已经违法了，你还告诉所有电视机前的门口，来呀，你放马过来，谁怕你？不是这个问题，是你今天犯法了，然后警察的尊严也就先放一边，但你黄国昌违法、知法、玩法、违法，还是法律博士，你还公然的对民众这样的教导，
那请问你台北市或者你当新北市市长，未来如果真的让你选上了，难道是一套标准吗？所以我觉得集会游行法里面的禁制区，主管机关设定机关还是在地方的警察局。那从头到尾他没有合法申请过，不是黄国昌拿一个假的出来，或者驳回你的答案都没有，完完全全没有。我告诉大家，黄国昌从头到尾只是流量骗他的小葱小枣，根本从头到尾没有集会游行成功同意过。那到后面整个招经体啊，变成这样的情况下，还公然说来要有种你放马过来，他要制造他个人英雄。当天警察局为什么没有马上带回去？是因为怕一发不可收拾。原因干嘛？就是要把它变成悲剧英雄的感觉。那种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警察局私底下讲，当天的情况的命令就原则上就是尽量不要制造成冲突。OK， 那能过就让他过。那事后该移送地检署侦办的就移送地检署，所以警察局当天说真的也是很无奈。不过现在看起来三个，第一个，因为如果要说是诉求要声援柯文哲的话，因为今天柯文哲的案子在北院，包括彭正生作证啊或者什么。今天的媒体有大概帮大家算一下，那当然10月是柯文哲要不要再延押的一个时间，再来就是这个案子照时间序，可能到12月下旬大概会辩论终结。我们一般像这种大型的案子辩论终结，大概法院会定1个月或2个月，然后宣判。柯文哲交保与否跟国内政治生态一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吧？那如果要是中间这些交保，不管跟蓝白合跟什么，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好，柯的部分我们融合第2趴马上继续讲啊。阿淼不在，模仿一下阿淼。那我想啊，刚刚 Thank you 讲得很好，他是不是有说黄国昌就是一个政治碰瓷的人？那碰瓷去到法院或调解会怎么办？是不是把行车记录器拿出来？那现场警察有没有挂密录器？那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空照图，或者是画一个路线图，具体的把台北市警察局画的管制区线路到哪里，公开给大家知道吗？蒋万至少可以这样表态吧？因为学他很累，就学到这边就好了。那还是讲黄国昌啊，其实真的跟谁执政是另外一回事。黄国昌是有双标的人嘛？有时候我朋友托我，他有参加太阳花学运，托我来讲的。10年前黄国昌倡导2件事情，第一个，警察不动，我们不动，你进去把人家勒脖子。当时大家那个民怨四起的时候，几十万人上街，那个如果真的动下去，那个社会直接爆炸呢。黄国昌，你讲警察不动，我们不动的，结果你跑去勒人家脖子，你的民众党那些要选的跑出来冲浪。第二个，从行政院的时候要高度对立了嘛，所以那个时候的口号是什么？你知道吗？大家手勾着手，坐下来不要还手，让警察去抬。你知道，就是行政院里面有一定的比例是女生的，那个警察从后面来，他会抓你哪里不知道就把你拔走，那个大家几乎都是哭着离开的。结果你今天做的动作跟你10年前讲的事情不一样啊！这个是黄国昌的双重人格的问题嘛？这个是他的政治操守的问题。这个跟哪一个党哪有关系？这个就是10年前、10年后啊，每天在那边讲民进党以前丢汽油弹，中秋边还拿那个钳子嘞你以前嘞啦，拢无你的代志啊！你就没有以前，那别人都有以前。黄国昌其实我是觉得真是，我很难接受身边有这种朋友，尤其是他是立法委员还是蹭来的，还不是自己选来的，就也不知道怎么讲他这个阿弥陀佛啦，柯文哲出来会不会有影响？应该要这样子讲。之前我有回答过，柯文哲跟黄国昌不见得会是2个太阳。这个阿弥陀佛啦，柯文哲出来会不会有影响？应该要这样子讲。之前我有回答过，柯文哲跟黄国昌不见得会是2个太阳，因为你看16个立委里面16个立委里面只有黄国昌是黄国昌找来的，其他15个都柯文哲嘛。那现在看一看不一定了，因为柯文哲也有柯文哲的缺点。我们也知道他迷信厚黑学嘛，迷信权术式嘛，帝王术嘛。所以他分层管理嘛，他跟蔡壁如讲话是清清正正嘛，然后这个发配边疆是那种政知道的那一种方式在批示的嘛，一定也有人不喜欢他这种跟黄国昌比较好玩啊，黄国昌主题乐园呢，刚刚
洪议员讲到，台湾主题乐园大家一起玩。我是不建议他继续玩啦，因为那个主题乐园的名字叫民进党，叫赖清德哈。那继续玩的话，你们会倒，我真的不骗你。不会了，不会。你怎么可以让他们继续玩？那个都没买门票的，那个生边钱的，被抢啊你买，个底下个这些生精彩的。所以柯文哲出来之后，我认为会有新的态势，而且有一个很要紧的事情是，虽然我们都知道黄国昌是包牌政党，民众党包牌嘛，那他在柯文哲这件事情也包牌啊。换个方式讲，出不出得来，关不关得回去，黄国昌都会得利。他现在已经立下战功，成功的蓝白合，成功的大罢免，成功的重新调整了民众党的体制。柯文哲出来之后，如果掐指一算，3-6个月要进去，他当那个3-6变成他是代理主席，他也没有那个面子拉下来啊。所以我认为现在啊，隐隐的会听到一个声音，柯文哲先进去，但2028全力抢救柯文哲。因为2028，不是我要是还没讲，干嘛要牺牲我啊？不，2028有一个职务可以抢救柯文哲啊，就是你先进去，我再把你放出来啊。你讲得轻松，你知道在里面有多难过吗？总比原本的28年半好吧？这个是你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跟被碰瓷的人讲道理哦，我们要去理解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现在他们现在这个叫仇恨管理，他们这个不是政绩管理，政绩管理是好哇，班有人气哇。然后蔡英文，今天我们答应大家，逢甲的宿舍我们提供了50亿，大家办大这个政绩管理嘛，黄国昌哪是政绩管理？请问民众党到底干了什么事情？讲不出来啊。民众党是仇恨管理，因为人都有一个特性。万天万地万社会万命运，你也不是阮老爸，你管我遐尼济，什么事情他都有抱怨的东西，那一切怪赖清德嘛。所以他做的事情是，你问我美国爸爸，我老婆很不开心；你问我什么蛙哥，赖清德放马过来。所以他从第一天就已经设定这个过三关，这个要直接面对赖清德，擒贼先擒王，打草打7寸了嘛。因为他这2020到2024这4年没当立委，他还学我当立委啊。我那个时候怎么当立委，就是一天到晚骂韩国瑜，韩国瑜根本不认识我，就每天骂他。就像赖清德根本不认识黄国昌，黄国昌每天骂他，一样意思嘛。所以黄国昌就这4年看一看声量很高啊。这个柯文哲也有请教过我，不相信问蔡壁如。所以黄国昌就觉得我就每天骂赖清德，这个叫仇恨管理啊。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执政党的仇恨管理呢？没有嘛？没有。那川普厉不厉害？川普很厉害，执政党每天骂在野党，为什么？因为 I have a beautiful dream, a beautiful big number. My number is very big, fabulous. 就每天在这样子嘛。为什么那么开心？因为大家觉得跟随这样的领导者可以怎样这些人就是在乱讲话。但当执政党的声音比较小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个仇恨值转嫁是对的。所以他们现在做仇恨值管理，那你要仇恨来源是什么？就是柯文哲，你怎么可以把这个火种扑灭？肉还在烤，吐司还在夯对不对？所以如果让柯文哲出来太久，他们没有那个生命那个火种来源，那下一个问题，那你是要集会游行几次？你要抗议司法改革几次？你要玩警察玩几次？你要玩到后面没东西可以玩啊！所以某种程度这1年来，除了蓝绿立院攻防之外，柯文哲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嘛。那我请问一下，因为明天是9-3，蓝白现在声势正夯的时候，那今天这样确定是洪秀柱前主席会去参加9-3阅兵？先看起来是因为他已经到北京。这件事情，3个你觉得对国内政治的氛围会不会有影响？我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些已经选择与中国共产党为伍的政治人物，或者是他们已经做这样的选择。但我相信，不管是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甚至是老百姓，都还有能够听理性的声音的人。所以我要讲的事情是，选择跟他们站在一起，那是他们的选择。但是台湾要巩固的是民主自由社会。如果当初不管你投给哪一个政党，认为每一个人都会捍卫民主自由的话，那跟民主自由对立的就是专制共产体制。这几天的新闻，我们除了看到这个叫投影革命，在重庆有一个打灯在大楼上面，结果后来他还在自己的饭店里面装针孔，有人带绳子进来他的房间抄，那是他人已经跑了呢，但是他的影片有传出去。那现在你知道北京叫什么事情吗？2019年的时候，因为厕所门太少，所以习近平搞了一个叫厕所革命，要帮全中国的厕所上门。2019年没有很久以前，但是现在的厕所革命是在厕所里面写习近平坏话。为什么？因为厕所是中国唯一一个没有监控、没有摄影机的地方，在那边他们就写什么梁家庄、梁家村200斤小学生，我们外国人怎么看得懂？中国人就看得懂，那个就是习近平。中国独裁走狗下台就全部都在骂习近平。
为什么要做到这种程度？因为他们为了军演穷兵黩武嘛，他们要展示他们的火力，同时他们是在压制国内的声音嘛。你知道他们有那个什么，北京有1环、2环、7、8、9环，他们在长安街那一段就是这个军演附近。现在不能烧瓦斯。我看到国民党立委叶元之也是我们的这个来宾，最近去会勘，这条街没有天然气，我来争取。那个长安市市中心长安街啦，在北京市中心有瓦斯的地方，给你整条街停瓦斯，为什么？怕你动乱。北京地铁现在干嘛？人很少，阿兵哥很多，一个车厢一个武警，一个警犬。为什么？怕你乱讲话。现在在大学、在高中争什么？如果你有手机可以打临时工，一天150块人民币。你如果拿着手机每几个电线杆站一个人当人肉摄影机还争一个叫侧警，侧警是厕所警察，站在厕所前面。然后呢，有些人不想用侧警，他们在演绎什么？小区演绎什么？演绎上厕所实名制，都疯了啊！这国家你要吗？我不要啊！那为什么会有一些人政治人物或者是不管政党，他们选择中国比较好？除了他们表面上的经济因素以外，你要有东西才能卖吧？什么东西在你口袋你才能卖嘛？你口袋有台湾你才能卖啊！你口袋没有台湾，你去那边也没有用啊！你如果今天是个中国人站在中国的土地，你视人民如草芥嘛。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台湾人去中国，你才有价值啊！所以这是他们存在的原因。OK， 佩君，这件事，因为确定像洪秀柱前主席他是说要向英灵致敬，然后93是民主要延续抗战精神，类似这些。但这整件事情，当然陆委会有说法，国民党党中央对于这样的一些事情有定调吗？我想国民党的主流对93的态度非常的明确，朱主席的粉专还有我们党的粉专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93就是中华民国军人节，背后的意义就是中华民国的军民对日抗战胜利的纪念日。中共就算有参与这个战斗过程，但它不是这个抗战的主体。我这句话就放在这。作为国民党的党公职，这个抗战的成果没有一丝一毫需要让给中共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那刚刚这个小武哥讲的，包括洪秀柱也好，这些人他们是用个人身份前往对岸，所以我要说，第一，他不是以国民党的代表团的身份到对岸去。那第二，如果这种交流是这个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或者有国安嫌疑的话，那我相信以现在的民进党一定会找到具体的条文去处罚，不可能视而不见。但如果更进一步，民进党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朋友们觉得这是应该禁止国民参与的，那认为说这个是有问题的，那没有问题，完全欢迎，就请行政院提出这个加严管制两岸交流的修法版本来，可以提出来，可以让国人公平。这整件事情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国际政治，当然有人会讲说，因为毕竟像洪秀柱前主席，他是当过国民党的主席，那去的话，某种程度刚佩君已经讲，国民党中央的立场非常清楚，你个人要怎么样，当然不是国民党中央的立场，只是有人会来讲说，那毕竟他当过国民党的前主席，那这样子去会不会让国际社会会有一点混淆？或多或少还是会啦。我基本上说实在，我必须肯定这次国民党的立场。就是朱立伦讲得很清楚。那基本上是不赞成国民党党公职去参加，但是我们也呼吁说，国民党其实可以更直接的、更清楚的去表达，其实这个所谓的二战的终战，这个当时是中华民国这个领导的，这个国民党政府领导的，而且中华民国还持续的存在。那洪秀先讲一下第一个，洪秀柱到底该不该去？这混淆的部分会有两个。第一个，他毕竟是国民党的这个前党主席，在最大在党前党主席。第二，他好歹也有参选过这个2016的这个总统嘛，虽然后来被换掉了，但是他当初的立场也很坚定的批评连战嘛，那所以国际社会难免会有一些混淆，或者是被拿来做样板的可能性。那可是洪秀柱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身份，他毕竟是曾经是立法院的副院长，那所以我相信站在政府的角度会认为说，你贵为5院的正副院长，虽然曾经是，那你这样的角色，在两岸条例当中，你去参加中国去这种抹除中华民国历史这个努力的这样子93阅兵，到底合不合适？那这个我相信政府的处置啦，所以但是这样子的混淆是必然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你会看到说，
即便本来传出来，除了洪秀柱以外，还有其他的，譬如说李乾龙先生啊，或谁要去啊，要不就身体不舒服，要不是没有被邀请到的，等等的状况，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代表着一件事情，其实大家对于。我觉得这应该讲今天2025的今天，对，比2015连战那时候去的，就10年，他们是10年一次9站大阅兵对，就那时候你看那时候连战去，当然有批评，但是没有那么的强烈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台湾社会已经慢慢形成一个共识。因为阅兵老共的像10年一次9站大阅兵，对，他的阅兵里面大家会比较在乎的，当然一个刚才就讲到说他是不是要抢所谓的抗战的这个胜利的话语权，对，另外一个是他会展示他一定要秀 muscle 嘛，对，所以他会展现一些那个时候我记得。2015年那次连战他们有没有受邀去的时候，大家很在乎的一点就是，当他前面是飞弹那几个飞弹过去，当然大家讲说你说东风系列啊或者什么关岛快递那些，他反正打也会从上面过去，他也不会打我们那个太远。可是他总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个大威胁的一个武器。当你如果要是我们的台湾的人坐在那个地方，你看着那些武器过去，你到底心里面会是什么样一些想法？这也是大家在乎的一个重点嘛。那当然你说对习近平，尤其在现在。今天媒体上讲，好，普丁、金小胖这些大概都纷纷，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大家看到这一挂，全部都站在一起，也是跟川普在秀 muscle 啊。对，好，来，我先讲武器哦。2015年的时候，其实中国武器强不强？强，但是那个过去刚刚五哥讲的东风41啦等等之类的，但是很多时候那时候它还是陆战型的武器。东风41那时候虽然已经是那个有出来了，但是基本上也陆战型的武器。但是这一次的状况不一样，我也不晓得洪秀柱站在上面会作何感想。这一次的状况不一样，我也不晓得洪秀柱站在上面会作何感想哈。这次的话，它其实是陆海空立体化。我举一个，它现在有披露出来的是这个ZTZ 的201的这个坦克，这其实是中型坦克。这坦克其实就是针对对台巷战，它是空投的。它是可以在那个运输机里面，然后空投下来之后，它是对中小型的可以迅速巷战的坦克。这种坦克就摆明的就是对台进行这种空投作战的。像这次会出来。那像这次有很多所谓的我们比较叫自杀型无人机啊，就中小型无人机可以对台湾进行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攻击的，这次会出来很多 AI 的设备。AI 的这种军事设备这一次会出来，那当然也有很多是针对美国或针对第一岛链的，什么以前就是东风41这些，现在更快是用那个超高音速导弹，就这个叫鹰击21那样子的都会出来，所以这是陆海空再加上新型无人设备，那很多我相信不只是台湾啦，对于第一岛链国家都心有戚戚焉，这是从武器层面。那现在更麻烦的是。还有刚刚五哥提到的，这次已经公布座位已经公布出来了嘛？习近平居中，右边是普丁，左边是金小胖，三个人聚在一起不管你叫他叫邪恶轴心，叫 Kriegs 不管，这三个要聚中朝2、3巨头，这不容易啊！那当然就让大家更有无限的想象。这三个国家在俄乌战争之后首次的这样子的合体，是不是代表着未来在这种威权国家的武力扩张会更强大？特别是金小胖他今天，建王这里很有趣了哈，他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北京了。那他坐的就大家都他是坐火车，他坐那个绿皮火车，时速60公里，慢慢给你吐到北京去。看那火车，你不要看那个绿皮火车外表看起来旧旧脏脏的，里面是很豪华的。你看像这个。这是他在里面开会的画面了但这个可能还不够这个，这是旧的，这个里面开会。那这个是也是上一次，不过就号称他就粉红专列。不是金小胖做粉红专列，因为总是觉得有点，因为李学祖跟着走嘛，李学祖在这里，李学祖跟着走所以你看那个。它这个其实是说，你看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粉红色的，接下来应该一个它的沙发是这种有点桃红色的沙发，有没有？对，这个专列是很豪华，那专列大概我记得是15节。OK， 金小胖自己的这个主卧1节嘛，然后像各位看一下现在的会议室跟这种记者寒暄的这个大概1节然后办公的地方可能1、2节了，餐车。最重要的是这个15节里面有2节是货车，这里面载什么？里面载2台金小胖专用的防弹的北韩制的这个它的这个专用的汽车，
也就是说，到了北京之后，那2台防弹汽车是直接从金小胖的专利里面开出来。哦，好，他就已经做好了，在里面直接就一路开到钓鱼台宾馆去。哦，所以他那个是滴水不漏的状况。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在那个画面当中，你看到说，习近平右边在普丁。左边在金正恩这样子的画面，然后走过各式各样威胁强大的武器的时候，台湾还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影响力的，好像洪秀柱这样子的政治人物，同样站在天安门上面，那会是一个什么画面？国际社会会怎么样想？刚才有听到佩君有讲国民党的一个立场，那其实我也听到有一些国民党朋友讲说，为什么老是讲他们，那不去抢那个所谓的抗战胜利的话语权啊，或者什么什么？他讲现在的政府在看待这整件事情的时候是用什么样？包括对，因为陆委会当然有讲话嘛，就如果要有任何合作关系或什么的话，那要依法就办啊什么。那可是当洪秀柱前主席他就直接讲说，他是要去向英灵致敬，是要延续抗战所有的精神。民进党会怎么看？其实民进党在这个角色上面就是很清楚，中国大陆现在对台湾其实一直在做认知作战。那当然有一些人是不是配合认知作战，这个见仁见智。那在陆委会，也就是我们政府来讲，就是说，当你要到中国大陆参加这个所谓的他们的93阅兵等等的问题，其实就很清楚，你要以个人身份或以你国民党的身份。看起来现在国民党不见得，因为早在以前马英九就认为连战不能去了嘛。那现在洪秀柱去代表的意味是什么？第一个，我个人认为他的意味就是说，国民党现在的人，有些人也认为是不是要过于亲中，这个可能一个事宜。但是国民党里面还是有一些基本教义配合中国大陆认为亲共的那些立场的所谓的政治人物也好，台面上的人物也好。这样的情况下过去，他们无非是又想说借由这些人有没有影响力来影响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一个印象或想法。但以我们陆委会政府的立场，就你要去参加，那是你的选择，然后你的决定，那我们不会去影响，除非你是公务人员或是特殊身份的人员，必须要经由政府的管制通过。那以在这个立场，尊重啊，你要去你去，我们国家政府只要不危害到台湾，危害到我们政府，然后没有一些不当的发言来企图影响所谓的认知作战等等，其实政府的对这样的立场尊重。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上高，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记得前几天美国参议院的军委会主席来，就他算是重量级了。然后来的时候，大家就在讲说，他来一定有他的特殊的，你不会真的没事来观光嘛？尤其时间点又搭在差不多这个时间，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的目的吗？当然，大家分析就是说，你刚好在93他们要大阅兵的时候，你突然来访台湾了哈。其实他是跳岛式的，所以你看他去了夏威夷、关岛、天宁岛啊。天宁岛可能我们以前讨论过嘛，因为美军重启天宁岛，当初2战的时候，就是载着核武去轰炸日本的时候，就是从天宁岛装核直接飞过去了嘛。那他现在已经重启，它距离关岛大概北方200公里，然后你就接下来帛琉啦、菲律宾，其实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是2岛链的防线，台湾刚好是1岛链中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参议院军委会的主席来，很明显是整个的岛链的布防，访问的就是整个岛链的1岛链、1、2岛链里面的，那宣示了就是他们对印太的整个安全跟防治、防堵或是阻吓中国有关嘛。那当然他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那某种程度上。很多包括军事费用等等的一些，比如说要经过议会核准出售武器等等，所以说它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嘛。那当然除了它以外，你可以看到亚太的很多国家基本上都已经在做两岸如果一旦发生冲突的准备。当然美国这一次来也有这个意味嘛，哈。那当然，你就看到，日本也很积极啊。日本它现在要在那个日本鹿儿岛的一个基地去设置 N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那基本上
就是因为鹿儿岛还是他们本岛偏蓝。OK， 你想到本岛偏蓝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想到再往下走就是台湾。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对于一些海峡啦，对于中共啦海上的侦测。那除此之外，他们还在那个九州熊本市啊，未来要在7个县市要设置他们的12式地对舰的飞弹基地。他们现役是几百公里啊，如果你设在那边是打不过来啦。但是它基本上，它现在开始在进行提升计划，他们要设置第一个提升计划的话，它的飞弹的射程就可以高达1000公里。然后如果射程在1000公里，他们在设置在偏南的话，西南诸岛那一部分的话，我们台湾整个的沿海范围全部是它的射程范围内。OK， 这个就某种程度上好像也是在因应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最让人讶异的就是菲律宾。菲律宾其实它在那个巴丹群岛，一个基地在哈涛镇那边重启了设置了一个基地。那这个基地距离我们更近了，185公里而已。185公里。当然，它在设置这个基地的过程当中呢，它当然是吕宋海峡，因为中国海警没事就在那边晃来晃去了。OK， 那当然185公里。距离台湾很近，那当然巴丹群岛不要忘记，之前不是美国要跟菲律宾租借4到5个军事基地，巴丹群岛是他们设定要租用基地的地方，因为距离台湾最近，未来运补啦等等啦都会非常近，所以你看他们在那边也设置了一个基地，而且这个基地呢，它准备的也是在因应中国，然后当然你看他们参谋总长，因为报道说过，菲律宾的参谋总长说过，台海如果发生冲突，菲律宾势必会被卷入，所以他们也在因应台海有事的时候，他们会被卷入，他们也在因应台海有事，他们也会有事。来，医生，那我们接下来看，因为柯文哲主席的净化成案是今天彭正生作证。而那个作证，大家知道，第一个，彭正生作证的内容对于这个案情有什么样影响？第二个，今天媒体上面出来的那6张便条纸，那个6张便条纸对于案情会有什么影响？是彭正生这个不正讯问，因为现在柯文哲律师就只主张彭正生不正讯问嘛，本来7月就要问了，因为彭正生不幸的这个丧妻的事件，所以拖到今天来做相关的诘问嘛。相关的诘问，彭正生其实自己都主张我没有被不当讯问，他认为是绿箭之外。他有身体不适跟呕吐的问题，所以会有1个多小时的这个不见的这个录音带的没有声音的消失的1个小时的时间。另外就是说，现在小草跟黄国昌都不断主张说，彭正生在法庭里面直接说。柯文哲从头到尾没有只是大做文章说柯文哲没有指示，但是彭正生在庭讯里面讲的是柯文哲没有在晨会的时候指示，他们就扩大去解释成柯文哲没有指示。但是晨会我有参加过晨会柯文哲很少做指示，但是晨会的会议记录才是真正柯文哲的指示，他不会在会议中指示，但是他会在晨会的会议记录里面指示。所以彭正生只是说他没有在晨会的时候指示我，而彭正生还举证了各种的所谓的证据，认为柯文哲是有指示他们包含这柯文哲对于他的3张的便条纸第一张我们可以看到3月的时候他就已经请彭副市长确认后，于市长室会议讨论嘛，这个就是说在市长室会议没有指示，但是有下条子给他去整合各部会的意见，就是交办你彭正生要去整合各部会意见，去对于所谓的12万平方公里，这个就是行政诉讼这个部分要有各部会的意见出来嘛。另外一个指示，大家看第5的部分他们的结论是什么？柯文哲还很紧张、很着急的问彭正生他们的指示是什么，而彭正生在这里面回什么？他在这个上给柯文哲的公文里面，如果通过因为现在还在打诉讼如果我通过这个所谓的6、7、8的这个容积率的话，会有图利的问题
而彭正生在这里面回什么？他在这个上给柯文哲的公文里面，如果通过啊，因为现在还在打诉讼啊，如果我通过这个所谓的6、7、8的这个容积率的话，会有图利的问题哦。所以柯文哲非常清楚，他们在第一次研议的结果是会有图利的问题的。但是后来为什么交付给所谓的都委会去研议的办法送出来了公展之后的之前，他又下给彭正生一个纸条，就是金华城对于容积率应该死心了。为什么他会写死心了？因为那时候的研议结果就是所谓的公展的那个6个章，而彭正生也证实了，他给柯文哲盖上6个章的这个公展的文件，一般来讲都是副市长决心。为什么直接金华城案要柯文哲决心？就是他认为应该由柯文哲来决定，因为这是柯文哲交办下来的。所以彭正生在证据里面，在他的法庭里面的证词，其实有3大关键的证词都对柯文哲很不利，只有一个说他在晨会里面没有听到柯文哲对他有指示，而小草跟黄国昌就拿这一点不断的扩大解释嘛。所以柯文哲在所有的证据上面，法庭上面叫做证据斑斑，他现在要处理的就是他在政治上要清清白白。但是我要跟国民党呼吁，国民党你们对柯文哲越礼让，把蓝白合当成是你们选举的最后一招，就会让柯文哲不断的对你们扔头轻棍，因为他知道恁国民党惊他出来了，绝对会吃这地，你不敢对他安怎？而在政治上，他要清清白白的，不断的不限压迫国民党，礼让他在政治上的一个舞台。张光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我们讲沈庆津那部分，是不是有法院那个时候有讨论到一个叫做就是不违背职务的行贿罪？那部分，今天媒体上讲说，法院也有预知应小薇说你要不要答辩？有一部分是不违背职务收贿罪这一部分，这个如果照媒体这样讲的话，那他未来一个方向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形？还有 USB， 又回到 USB。USB 我们在节目已经讲过了 ，USB 呢，如果它具有证据能力的话，有证据能力就表示它可以拿来当做证据，然后接下来就是证明力或有人叫证据力的问题。那13个金主的名单列出来，现在看起来这13个里面几乎大部分都确认是钱，但是小沈1500到现在没办法确认，是那未来呢？当然，那就是你看到法官里面对于被告律师不是有提过吗？那个 USB 被污染，对，被污染就是要打掉他那个没有办法当证据能力嘛。当庭的法官直接告诉他们说，具有证据能力，未来在判决书上他会交代。对，那证据能力的问题，那当然法官的，我相信法官心证已成嘛，不然他不会强调这个是有证据能力的而且还明确的告诉你。判决书上他会交代，当然。那看来这现在主要攻防的就是那1500，但是你相对你 USB 里面的内容，多数已经都证实，就除了那1500以外，几乎所有的证人等等传讯以后，几乎证实它都是金额，而且单位都是万，那当然你说在打这一个辩护的过程当中。基本上还是回到2个人，一个叫沈庆津，一个叫柯文哲那小沈1500到底小沈要怎么去说这1500？那不要忘记8月12号的时候，法官就已经告诉了柯文哲跟沈庆津他们，那个不违背职务行收贿罪，你们要准备一下攻防。那对应小薇是又再一次的提醒，不违背职务收贿罪。因为目前为止应小薇并没有查出来说他有行贿任何人嘛，那基本上就是他收了相关的钱嘛，所以是打不违背职务那个收贿罪嘛，那基本上当。所有的起诉内容，所有的罪名里面没有这一条你包括沈庆津17年还是18年没有这一条那应小薇也不是这一条等等。当法官在告诉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有一个可能性，我不在你们所谓的法律上面可与不可以，我假设可以，我假设可以，
那你们不违背职务，但你们受贿。OK。当所有的起诉内容、所有的罪名里面没有这一条啊，你包括沈庆基17年、18年没有这一条啊，那应晓薇也不是这一条等等。当法官在告诉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有一个可能性，我不在你们所谓的法律上面可以不可以，我假设好可以，我假设可以，那你们不违背职务，但你们受贿。OK， 所以里面未来的变化，我觉得法官未来会朝哪一边，现在很难定。因为他先要定一个，你注意看，他最近一直在问的专家都是都市计划法什么法，他先厘清你这一些东西是法律上有可能不违法 ，OK， 那我就可能走不违背职务了。如果这个肯定违法，那就走违背职务了。所以你看到法官是一个是法律见解的问题，一个是因法律见解可能产生的2种不同的罪名的时候，法官都考虑了，已经进行两边同时在进行。OK。佩君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刚才一直在最后讲，因为今天媒体上有报道，包括像郝龙斌先生他有跟吴伯雄前主席碰面，大家就在讲国民党党主席可能浮出来的人选，他也是其中之一。那柯文哲如果要是不管说是交保的时间，然后生活，因为柯文哲一定会出来啦。那只是时间的前后，那不管交保的时间是什么，跟国民党的所谓的蓝白合之间，会不会因为国民党的主席是谁，或柯文哲前主席，如果不管是交保或什么出来以后，那中间跟蓝白合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据我所知，这个郝市长确实有在往这个方向评估，然后也拜访了很多人，那同时也得到了不少这个党内山头的支持。那当然，现在这个可能的人选有很多。那郑世麟表示9月15到18，所以最后到底谁会参选，大概此刻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那当然，很多人关心说，如果这个郝市长真的成为国民党的主席，那基于过去这个柯市府对前朝的诸多批评，那甚至刚刚奕相哥很关心的这个金华城调查小组会不会变成未来这个蓝白合的这个未爆弹？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不会，因为你如果很客观的去检视郝市长过去对于不管柯文哲也好，或者民众党也好，甚至金华城的案子，他大致上基本上应该说所有啦，他对案子的发言都是本于事情到哪里，他发言的尺度就到哪里。而很重要的是，在这之中没有任何参与个人情绪式的发言，所以我相信理智的民众党员，或者是这个其他现在的民众党台北市议员，是应该可以很清楚的分开这其中的这个关联性，不会把这些混为一谈啊。那但是柯文哲的状况，我觉得刑法是无罪推定。那目前为止，就是真的对照郑111案是查到金流还有收钱的人，柯文哲案目前除了那个没有回来的橘子之外，在他身上是没有找到这些明确的钱。那你说舆论要操作，说服他，有收钱啊，某种程度上有，但你要往哪里去？他如果是作为一个被告，从沈庆金身上收到钱，那你就要非常明确的这个证据。那我觉得站在法院司法的角度来说，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罪证通通算在没有出现的那个人身上，所以最后。关键是，如果橘子真的有回来，或者在他身上调查到这个今天证据，我觉得这案子可能才有更往前一步，或者相较于现在这个，我觉得已经停滞了一段时间了。OK， 柯文哲前主席金华城这个案子，如果照时间算的话，那包括他是不是他有律师也有提出希望能够拒保，然后能够停押，像这样的一些情形。那未来那什么时候会有具体的一个结果，或是整个判决，那对国内的政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蓝白合一路这样下去，包括看到那8月30的走读这件事情，各方之间的一些的态度，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明天见，我们明天见，拜拜。